什么是舞台？在演员眼中，舞台可以是游乐场；在导演手上，舞台可以是宇宙洪荒；在灯光设计师来讲呢，舞台可以是日月星辰。那么，对于舞台设计师来说，舞台是什么？什么是舞台？我是林奕华，我是一个戏剧导演，也是这个介绍什么是舞台美学系列的导游。什么是舞台系列？第三位我要向大家介绍的舞台美学家是来自德国的安娜·维布洛克 （Anna Fierbrock）。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每部手机都有镜头，手机里面储存了我们拍过的照片。请大家现在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相簿，请你们告诉我，在你们的相簿里面存了有多少张图片？这些图片当中有多少的种类啊？存有最多照片的是哪一个种类？最少的又是什么呢？让我来猜一下吧。最多的会不会是自拍？第二多的会不会是跟朋友的合照？那第三多的会是什么呢？第三会不会就是打卡呢？你打卡的照片当中最多会是在哪里拍的呢？会在餐厅、商场还是展览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拍照会叫做打卡的呢？打卡跟拍照的分别是不是在于一个比较是拍来给自己看的，那另外一个呢是拿来分享的。拍照叫做打卡，是不是等于我们在拍一张照片之前就先想到别人也喜欢看什么呢？所以我们才按下快门。拍下这张照片就好像是美食、名胜跟名人的合照，不管是物件还是某种的相遇，都是拿来跟别人分享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什么，首先想到的就是分享，那么这张照片要在乎的目光凝视，是不是更多是别人多于自己呢？那当我们看到它，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这些物件而被看见呢？还是我们在这些照片里面看见了什么？如果没有了可以发这些照片的平台，分享这些打卡的媒体，你觉得我们还会拍照吗？那个时候又会是什么让我们把手机拿起来，把镜头对着我们想拍的东西？那个时候我们拍照的目的会是什么？那个时候把镜头拍下来看见的会是什么？如果把时间拉回到现在，其实我们平常都在看什么？都在关注什么呢？当我们使用手机拍照，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想拥有、想保留的事物，或者是 moment 时刻。这种心情跟我们去旅游，站在名胜的旁边拍照是很接近的。旅游是去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可能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也可能是老早在其他的途径看过无数次，心里面也非常熟悉的情境。那当这个照片被拍下来，它有可能是带回一个新的发现，又或者是别人经验的亲身体会。打卡的不同在于我的感受，我的体会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陪衬。大家最想看到的是那个有可能已经出现在许多人的照片中相同的景象或者是物件。打卡的我于是成为其他人的一部分。所以镜头不是我的眼睛，我也不是看见了我要拍的东西，而是我让那件被拍的东西因为引发我与其他人共有的欲望，而让我被看见了。打卡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通过举起手机而拍出来的照片，让我们被看见，以致被欲望，也已经成为我们的平常。
这个常会刺激我们对于不平常自己的想象，那就是我们最想别人看见的那个不平常的自己。带着这样的心情来看世界，当这个不平常的自己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看出去的现实会不会一直都只看到欲望的落空，也因此只看到受伤的自己呢？所以镜头什么时候才是让我们看穿欲望的镜子，而不是只有看见追求欲望的我们呢？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们走在路上会把目光投向谁呢？反过来看，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我们走在路上，每天又接受过多少别人的目光呢？我们看不见自己看别人的眼神，那我们有没有看见别人是怎么看我们的呢？那这些别人之中，有哪些会投以跟我们看他们相同的眼神呢？有哪些会是无感的回望？又有哪些会是没有说出口的拒绝？这些眼神对我们观看自己，会不会带来影响呢？当我们把目光从人投向周遭的环境或者物件，这些目光跟看人又会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会像欲望一个陌生人那样去凝视一件物件吗？我们会像凝视一个陌生人一样去欲望一个环境吗？是怎么样的环境能够像人一样引起我们对自己的幻想呢？是怎么样的幻想又能够像人一样让我们拿起了镜头对准它，继而按下快门拍下一张照片呢？当引起我欲望的人出现了，我很害怕他会很快的消失，因为在那个时刻他对我是独特的，错过了就难以再找回来了。可是物件呢？可是环境呢？他们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吗？不管我有没有看到他们，他们会在时间里面一直存在吗？有的物件，有的环境，在他们身上体现的时间感呢，是片刻性的。所以打卡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不是也跟知道这些对象，比如刚刚送上桌的一盘食物或者是在媒体里面看到很多知名的一些展览是不可能永远存在有关？那么那些不是在大众视野中或者新鲜感老早已经过去的物件与环境，是不是就不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欲望与关注呢？看得见的消逝，让很多人想把它保留。看不见的消逝，是不是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某一种的凝视已经不复存在呢？那种凝视，会不会就是最没有目的性的目光？镜头可以代表欲望的凝视，凝视听起来是一种对时间的掌握，凝视越久，仿佛有些什么便长到了被凝视的对象身上。有时候是一朵花，有时候是一种霉菌，可是不管是什么，都必须拥有空间才能长出东西。观看是创造空间的一种方式，这些空间如果不是实体的，它就是通过想象力去打开的。当有些实体存在的空间引发了观看的想象，再通过镜头去看它们，拍下的一幅幅照片就是凝视的结果。只不过现在拍照一般被认为是投射幻想的目光，也可以在某种角度之下流露出观看者对被观看对象的个人情感。那个角度会不会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呢？不是有点吊诡呢？历史应该是有关集体的叙事，在什么情况下它才能从对很多人具有相同的意义，
转变为对个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呢？就好像别人看见的这朵花，为什么会是你看见的霉菌？别人看见而且不喜欢的霉菌，为什么会是你看见的又很喜欢的这朵花呢？情感的形成不能没有个人的经历，可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在历史里面很容易因为没有与群众产生直接的关系而得不到应有的空间。我们每天走在路上都会看见不同的房子，然而能够引起大家兴趣啊、欲望啊，甚至是打卡的，不见得会是那些天天都在跟我们打交道、积累情感的空间。他们呢，就像人一样，会变老、会生病、会腐化、会消失，但不代表这些跟人最息息相关的空间就会因此而被投以关怀的目光。历史是这样，因为现实是这样。可是有谁可以说现实只有一种呢？现实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它也是可以被打开、被创造、被重新建构。但是一切的开始都始于它是怎么被我们观看。是只有单一的目光呢，还是把焦点扩散在生活中，当一个漫游者？当漫游者举起镜头，这个他就会像 Anna Fierbrock 一样，让我们也看见平常不是平庸，欲望可以升华，时间可以沉淀，空间可以有诗